1972年，法國一座鈾濃縮廠的质譜儀吐出一組不該出現的數字，追下去，在非洲加蓬的地底挖出了17座天然核反應爐，年齡20億年。1901年，希臘的採海綿潛水員從一艘沉船裡撈起一團銅鏽，後來有人在裡面數出30幾個咬合的齒輪。做這台機器的人活在公元前100多年。1994年，一位德國考古學家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土丘底下挖到成排的丁字形石柱，探定年給出的答案比巨石陣早了6000年。這些東西全都是真的，全都躺在博物館和期刊裡，可為什麼偏偏是它們被人裝進同一個盒子，外面貼上一張標籤，寫着前6個文明的遺物？這個說法你大概聽過，人類不是第一批，我們是第7個，前面6個都被抹掉了，而他們留下的東西我們今天造不出來。這句話很好聽，好聽到不需要證據就能傳30年，但我今天不打算跟你辯論到底有沒有前文明，那種辯論永遠不會有結果，因為双方連要拿什麼當證據都談不攏。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把這張清單上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稱重、測年，翻到背面看看有沒有工厂標記。所以接下來這段時間，請你把這裡當成一間政務室，架上擺着幾個編號的箱子，每個箱子外面寫着一個所謂的失落文明。我們會把箱子一個一個打開，裡面的東西一件一件登記，每一件都貼上3種標籤裡的一種，實錘，意思是任何人拿儀器去複驗都會得到同樣結果。通說，意思是多數專業社群目前這樣認為，但10年後可能改。推論，意思是他說得通，但沒有直接證據，只有一個故事把幾件事串起來。先把方向講清楚，免得你以為我要帶你去哪裡。清點到最後，箱子裡確實有東西，而且有幾件東西怪到讓人頭皮發麻。但真正可怕的不是那幾件，是全部清完之後你會發現的一件事：我們手上這把尺根本量不到某些長度。至於標題那句他們留下的東西我們今天造不出來，等一下會被逐項檢驗，結論可能跟你想的相反，而且相反的那個方式比原本的說法更讓人不安。第一個箱子最輕，因為裡面裝的不是石頭，是紙。我們得先問一句很少有人問的話：6這個數字是誰數出來的？你可以去翻任何一本考古學期刊，從創刊號翻到最新一期，你找不到任何一篇論文說地球上有過6個前文明。這個數字不是從地層裡挖出來的，它是從書裡長出來的，而且長出來的時間比你以為的晚很多。最古老的那批材料確實談過世界的輪替。印度教的宇宙觀把時間切成4個時期：圓滿時、3分時、2分時、爭鬥時，一輪走完再從頭來過，而且每一輪的長度以幾十萬年到上百萬年計。這套東西寫在往事書和史詩的段落裡，年代可以往前推到公元前幾個世紀，但請注意，它談的是時間的循環，是道德的衰退，不是6個具體的技術文明。整套文本裡沒有任何一句話提到機器。中美洲那邊也有一套，阿茲特克人講5個太陽，每一個太陽是一個世代，分別毀於美洲豹、狂風、火雨和洪水，而我們活在第5個太陽底下。這不只是口耳相傳的故事，它被刻在一塊直徑超過3公尺、重達20幾噸的玄武岩圓盤上。1790年在墨西哥城的主廣場底下被挖出來，今天擺在國立人類學博物館，你可以走過去看，但那上面刻的數字是5，不是7。北美的霍皮族講4個世界，前3個分別因為火、冰和洪水結束，我們在第4個。相較把世界史切成幾個3000年，北歐神話講諸神黃昏之後，大地會重新從海裡浮出來。這些傳統彼此之間沒有機會互相抄襲，卻都選擇把時間寫成一段一段的。這件事本身非常有意思，但它證明的是人類講故事的方式很像，不是地球真的重開機過6次。那亞特蘭提斯呢？亞特蘭提斯的來源乾淨到有點尷尬，就2篇文章，柏拉圖的提邁歐斯和克里提亞斯，大約寫於公元前360年前後。柏拉圖說這故事是雅典政治家梭倫從埃及塞斯城的祭司那裡聽來的，說有一個海權強國在9000年前一夜之間沉進海裡。整個西方世界關於亞特蘭提斯的一切全部從這2篇對話長出來。在柏拉圖之前沒有任何一份文本提過這個名字，這一點很關鍵。所以我再說清楚一次，不是說我們沒找到更早的記載，是連間接的引用、轉述、抱怨都沒有。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依照古代作者的轉述，認為這是老師編出來的，
是用來當理想國反面教材的政治寓言。一個被自己學生當場說成虛構的故事，在2300多年後變成6個失落文明的第一號政务。這個轉換是怎麼發生的？轉換發生在19世紀末。1882年，美國一位當過明尼蘇達州副州長的政治人物唐納利出版了《亞特蘭提斯：大洪水前的世界》，把全世界古文明彼此相似的地方全部算到亞特蘭提斯頭上。6年後的1888年，神智學會的創辦人布拉瓦茨基出版《秘密教義》，正式端出根種族的架構，主張人類要經歷7個根種族，每一個有自己的大陸、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滅亡方式。這裡有個很尷尬的細節，在布拉瓦茨基的系統裡，我們是第5個根種族，不是第7個。第6和第7還沒發生，是未來式。所以今天滿天飛的我們是第7個文明，連神智學的原始版本都对不上號。它是後來的人把好幾套系統拼在一起，再加上一點自己的算法之後的產物。一個連源頭都對不上的數字，被當成標題傳了幾十年，你不覺得這件事本身就值得停一下嗎？後面的擴散路線非常清楚。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美國的凱西在催眠狀態下，大量口述亞特蘭提斯的技術細節，被整理成上萬份記錄。1966年，哈普古德出版古代海王的地圖，把幾張中世紀海圖說成前文明的測繪成果。1968年，瑞士人馮丹尼肯出版眾神的戰車，把整套東西接上外星人，全球賣出上千萬冊。所以第一個箱子清點完的結論是6這個數字，標籤是推論，而且是19世紀末才成型的推論。但清單上的紙可以被拆穿，清单上的物件不行，所以我們把第一個箱子推回架上，搬下第二個，這一個最重，因為裡面裝的是每一位史前文明支持者都會第一個掏出來的東西，一座20億年前就在運轉的核反應爐。而我要先講清楚，這件證物不是假的，它是真的，真到國際原子能總署為它辦過專門的研討會，真到全世界的核廢料處置研究都拿它當天然實驗室。故事從一張品管報表開始。1972年5月到6月，法國南部皮埃爾拉特的鈾濃縮廠在做例行檢查，把一批6氟化鈾送進質譜儀。鈾這種元素在全宇宙的同位素比例幾乎是固定的，你從月球挖一塊，從隕石上刮一點，從澳洲礦區挖一噸，鈾235占的比例都一樣。這是核工業整套計價制度與保防制度的地基，就像秤子後面那個公斤元器，標準值是每1萬個鈾原子裡有 72.02 個鈾235。那天儀器給出來的數字是 71.7， 差了 0.3， 听起來像是誤差範圍內的雜訊，但質譜儀的精度足以把這個差別咬得死死的。而且更麻煩的是方向不對，天然的鈾不會自己少掉一點，鈾235，除非有人把它拿走了。在核燃料的世界裡，鈾235少掉一塊只有2種解釋。第一種是有人偷走了濃縮過的部分，那是核保防事件，要通報，要追查，要驚動很多人。第二種是這批鈾已經被燒過了，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當然是照第一種去查的，把樣本一路往上游追，追到礦場，追到礦坑裡的特定礦脈，然後發現最誇張的一塊石頭裡，鈾235只剩下每1萬個原子裡44個。那個地方叫奧克洛，位在非洲加蓬東南部的弗朗斯維爾盆地。1972年9月，法國物理學家佩蘭正式提出報告，結論是這裡曾經發生過自持的核分裂連鎖反應。後續在奧克洛本身加上旁邊的奧克洛班多與班贡貝，總共辨認出17個反應區。這不是一個點，是一整片區域，一整個地下的機組群。一座反應堆要能運轉，需要3個條件同時成立：燃料夠濃，有東西幫忙把中子減速，旁邊沒有東西把中子大量吃掉。今天的地球做不到第一條，因為天然鈾裡的鈾235只剩下 0.72%， 但鈾235的半衰期只有7億0400萬年，鈾238是44億7000萬年，兩者一起往回推20億年，鈾235的天然比例大約會回到 3%。 3%這個數字，你可能覺得有點眼熟。今天全世界清水式核電廠用的低濃縮鈾濃度就落在 3% 到 5% 之間。也就是說，20億年前，地球上隨便一塊高品位鈾礦本身就已經是核電廠等級的燃料棒。你不需要離心機，不需要擴散場，你只需要把它堆到夠厚，再倒一點水進去。水就是第二個條件。奧克洛的礦脈剛好泡在地下水裡，水裡的氢原子把快中子撞成慢中子，
反應就自己啟動了。而更漂亮的是它的自動控制。2004年，梅西克帶領的團隊在物理評論通訊上發表了奧克洛酰同位素的分析，推算出這座反應堆的作息表，大約運轉30分鐘，水被燒開跑掉，反應熄火，冷卻大約2個半小時，水滲回來，再啟動，它在呼吸。這個節奏讓它不會失控，也不會徹底停死，就這樣一口一口地傳了幾十萬年，平均熱功率大概100千瓦，比一台家用電熱水器大不了多少，但乘上幾十萬年，總共燒掉的鈾235以噸為單位計算。而這一切正在發生的時候，地球上最複雜的生命形式是藍綠菌，海裡連一隻多細胞動物都還沒出現。講到這裡，你應該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會被寫進失落文明的清單。20億年前的核反應爐，光是念出來就像一座被埋起來的電廠。然而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奧克洛不但不是前文明存在的證據，它反而是這整張清單上最強的反面證據，而且是用同位素签字畫押蓋了鋼印的那一種。理由有3層。第一層，如果那是人造反應堆，它應該有結構、有容器、有控制棒的插孔、有廢料處理的痕跡。奧克洛什麼都沒有，它的反应區形狀就是礦脈本來的形狀，彎彎曲曲跟着地層走，該厚的地方厚，該斷的地方斷。第二層，人造反應爐會留下人造的同位素指紋，而奧克洛留下的是純天然中子俘獲鏈的指紋。鋁合区的同位素比例239衰變回鈾235留下的殘影，全部落在自然模型預測的範圍裡。第3層才是最狠的，這座反應堆之所以能運轉，唯一的原因是20億年前鈾235還夠濃。這代表什麼？代表這件事只可能發生在那個時間窗口裡，而且只可能自然發生。假設真有一個文明晚一點出現，比方說5億年前，他們得自己蓋濃縮廠，那留下來的東西就不會長成奧克洛這個樣子。奧克洛的存在本身就替那個年代蓋了一個沒有人參與的戳章。所以第2個箱子的清點結果是這樣：奧克洛天然核反應堆，標籤實錘，任何人拿樣本去測都會得到同樣的同位素異常，這一點在學界完全沒有爭議。但它證明的事情是，在特定條件下，大自然自己就會點火。這件證物被放進清單的手法是把一個關於地球化學的實錘悄悄改寫成一個關於文明的推論。而接下來你會看到，這個手法幾乎每一件證物都會重演一次。第3個箱子搬上桌，這一箱不重，但體積大得離譜，因為裡面裝的是一整片沙漠。秘魯南部的納斯卡高原400多平方公里的礫石台地上，畫着上千條直線，幾百個幾何圖形，還有數十個具象的動植物，蜂鳥、蜘蛛、猴子、鯨魚，一隻手，還有一個大家都叫它太空人的人形。這是整張清單上最上鏡的一件證物，也是被誤解的最徹底的一件。先講來歷，這些圖案在地面上並不隱形，當地人一直知道有這些溝，只是沒當一回事。1926年，秘魯考古學家梅西亞·舍斯佩第一個系統性的記錄了它們。他是走在地上看的。真正引爆全球想象的是1939年，美國學者科索克飛越這片高原時，從空中一眼認出了圖形。他後來說了一句被引用到爛的話，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本天文書。這句話後來被證明錯得很徹底，但他已經定調了往後80年的討論。接手的是德國數學家瑪利亞·萊歇，他從1940年代住進納斯卡旁邊的小旅館，一個人拿着掃把、尺和梯子，量了將近半世紀，直到1998年在當地過世。是他把這些線一條一條測繪成圖，也是他的推廣讓這片高原在199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有意思的是，最靠近這些圖案花最多時間在上面的人，反而從來沒有主張過他們是外星或前文明的作品。那這些線到底怎麼畫的？答案簡單到讓人失望。納斯卡高原的地表覆蓋着一層被鐵氧化物染成深紅褐色的礫石，礫石下面是淺黃灰色的地土，你只要把表面那層深色石头撥開，堆到2旁，底下的淺色土就露出来，一条線就完成了。整個工程的深度大部分地方只有10到30公分。這不是雕刻，這是掃地。那為什麼掃出來的痕跡可以留2000年？因為地點選得太好。納斯卡高原是全世界最乾的地方之一，有些年份的降雨量以毫米計，而且地表礫石白天吸熱形成一層薄薄的暖空气墊，把貼地的強風擋掉。乾燥、無風、少植被3個條件一起，把這片沙漠變成一張永遠不會被翻頁的紙。
這不是技術問題，這是地理運氣。1982年，美國調查員尼克爾帶着幾個親戚，只用木樁、繩子和最簡單的目測法，在1天多的時間裡，在一塊空地上照着原尺寸複製出一只100多公尺長的禿鷲。事後從空中拍照比對，線條的準確度足以亂真。他們沒有雷射，沒有飛機，沒有任何一樣納斯卡人不可能擁有的東西，想都不用想，那種需要飛行器才畫得出來的說法，在那個下午就結束了。然而哪知道現實再次反轉，當我們證明了這件事很容易做，一個更難的問題就浮上來了。既然這麼容易，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做這麼大，做這麼久？納斯卡人前後花了大約1000年，橫跨好幾個世代，做起來不難的事情做上1000年，那背後一定有一個非常強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我們到現在還沒完全搞清楚。第一個被淘汰的答案就是科索克那具天文書。1968年，天文學家霍金斯用當時的電腦把納斯卡的線條方位和幾千年来的日月星辰升落位置做全面比对，結果是对準的比例並沒有高過隨機亂畫。也就是說，你在沙漠上隨便畫一堆線，命中天文方位的比例跟納斯卡差不多。這是一次很漂亮的否證，而且是主流學界自己動手做的。目前比較站得住的方向是水。納斯卡地區有一套叫做普基歐斯的地下水道系統，用石頭砌成螺旋狀的取水井，到今天還有幾十處在供水。有研究者發現，不少地畫和線條的分布跟地下水脈與斷层带的走向有明顯的相關性，而許多圖形上還留着被反覆踩踏的痕跡，像是儀式行走的路徑。換句話說，這可能不是給天上的誰看的，是給缺水的人走的。而這個故事還在長。2024年，日本山形大學的坂井正人团隊和人工智慧研究单位合作，用机器學習掃描高解析空拍影像，在短時間內一口氣新增辨識出300多個具象地畫。成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這件事的意義是，這片沙漠上還有東西沒被數完。所以第3個箱子的結論是，做法標籤實錘，用途標籤推論。而清單上那句我們今天造不出來，在這一件證物上是純粹的事實錯誤。接下來搬第4個箱子，這一箱是全場最重的，因為裡面裝的全是石頭。清單上最強的一句話從來不是外星人，是那句朴素的質問：那麼重的石頭，古人到底怎麼搬？我們就從英國那圈石頭開始。巨石陣外圈的薩森砂岩，平均一塊大約25噸，最大的幾塊超過30噸，最高的礫石從地面算上去超過6公尺。這些石頭從哪來？答案在2020年才被鎖死。英國布萊頓大學的納許團隊拿1958年整修時鑽下來的一根岩芯做地球化學指紋比對，把現存52塊薩森石裡的50塊匹配到巨石陣以北大約25公里的稀樹林。這個結果發表在科學進展期刊上。25公里不算近，但也絕對不是天涯海角。真正把人嚇到的是另一塊。2024年，一個由澳洲科廷大學克拉克帶領的團隊在《自然》期刊上發表，巨石陣中央那塊平躺的祭壇石、鋯石與磷灰石的年齡指紋不指向威爾斯，而指向蘇格蘭東北部的奧克尼盆地，直線距離超過750公里。一塊6噸重的石板，在4000多年前被人從蘇格蘭一路弄到英格蘭南部。至於那一圈那些青石，就更早被追到了。它們來自威爾斯西南的普雷塞利丘陵，直線距離大約250公里，每塊2噸到4噸。考古學家帕克·皮爾森的團隊甚至在威爾斯找到了確切的採石場，石柱被撬走之後留下的凹槽還在，旁邊還有當時墊着的石屑。這些不是傳說，這是有坐標、有地層、有碳定年的工地遺跡。那到底搬不搬得動？2016年，倫敦大學學院的哈里斯做了一個很直白的實驗，他用木頭做成軌道，上面架一台木鍬，找一群大學生來拉，結果是10個人可以拉着1噸重的石頭，以每秒大約1公尺的速度前進，而且大家還有力氣講話。照這個比例外推，25噸的撒森石需要的人力是幾百人，不是幾千人，更不是不可能。所以我們得換一種說法，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是願不願意。搬一塊祭壇石走750公里，需要的不是反重力技術，是一整個社會願意連續好幾年把糧食、人力、繩索、木材投進一件不會生產任何東西的事情上。這才是巨石陣真正驚人的地方。它證明的不是工程能力，是動員能力，而動員能力恰好是石頭本身亮不出來的東西。同樣的邏輯搬到埃及，
答案更直接，因為埃及人留下了賬本，胡夫金字塔用了大約230萬塊石頭，原始高度146公尺多，底邊超過230公尺，4個邊的長度誤差以公分計，整座塔對正北的偏差大約只有3個角分。這種精度在20世紀之前一直被拿來當成不可思議的證據，直到有人挖出了工地記錄。2013年，法國考古學家塔萊的團隊在紅海沿岸的瓦迪賈爾夫挖出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批書寫沙草紙，其中一卷是一位名叫梅雷爾的工頭寫的工作日誌，逐日記錄他帶着一支船隊從圖拉採石場運石灰岩到吉薩的班次，包括幾天一趟，在哪裡過夜，糧食怎麼領。這份文件的年代落在胡夫在位第27年前後，不只有賬本，還有食堂。美國考古學家萊納在吉薩金字塔東南方挖出了一整座工人聚落，裡面有規模化的麵包房、釀啤酒的設備、堆積如山的牛羊骨頭。骨骼的分析顯示，這些工人吃得相當好，肉的供應量遠超過一般農民。這不是奴隸營的伙食，這是一個國家願意花本錢養着的工程隊。更有人味的是牆上的字，石塊之間和減壓室裡留着當年工班隨手塗的隊名，其中一組自稱胡夫之友。旁邊的工人墓地裡，考古學家哈瓦斯發現了大量已經愈合的骨折、被固定過的斷肢，甚至有開顱後存活的個案。有工資，有伙食，有工傷醫療，有隊名塗鴉的工地，是一個運轉中的官僚國家，不是一個失落文明留下的空殼。那更大的石頭呢？亞斯文的採石場裡躺着一根沒完成的方尖碑，如果當年順利立起來，會有42公尺高，重量以1000噸以上的量級計，因為石材中途裂開而被放棄在原地。而它旁邊的地面上留着整排半圓形的敲凿凹痕。1999年前後，英國研究者史達克斯用比花崗岩更硬的灰绿岩球锤做實驗，證明用純石器工具就能一點一點把花崗岩敲出溝槽，只是慢得讓人絕望。還有更誇張的，黎巴嫩的巴勒貝克朱庇特神廟基座上砌着3塊被稱為3巨石的石灰岩，每一塊大約800噸。旁邊採石場裡躺着一塊沒運走的，俗稱孕婦石，接近1000噸。2014年，德國考古研究院在同一個採石場又發現一塊更大的，估計以1600噸的量級計。而這些石頭的年代非常清楚，是羅馬帝國時期的工程，公元1世紀前後，有神廟，有銘文，有錢幣，所以那句我們今天造不出來，到這裡可以正式驗貨了。今天最大的履帶式環形吊車，額定吊重以5000公噸這個量級計，一次可以把巴勒貝克那塊1600噸的石頭連同底下的拖車整組吊起來。我們不是造不出來，我們是不會去造，因為沒有人願意為了一座神廟花掉一個國家10年的產出。第4個箱子的標籤是這樣：石頭的重量實錘，搬運的方法通說，造不出來這4個字，退貨。第5個箱子打開的時候，我必須先承認一件事，前面3箱我都在拆穿，這一箱不行。這一箱裡的東西，即使用最保守、最挑剔、最不肯讓步的學術標準來看，都還是怪。它怪的方式不是造不出來，而是不該在那個時間出現。而這種怪，比任何外星人的說法都更值得你花時間。1900年，一群來自希臘小島的採海綿潛水員在返航途中遇上風浪，被迫停靠在安提基特拉島附近。他們下水之後發現海底躺着一艘古羅馬時期的沉船，滿地是青銅和大理石雕像。隔年打撈上岸的東西裡有一塊沒人看得懂的綠色礦渣。1902年，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斯泰斯在那塊礦渣裂開的斷面上看到了一個齒輪，一個公元前的青銅齒輪。這件東西後來被叫做安提基特拉機械。船難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機械本身的制造年代各家估法不同，主流落在公元前2世紀後半到前1世紀之間。現存的碎片有80幾塊，能辨認出來的青銅齒輪超過30個，最大的那個有223尺。這個數字不是隨便切的，223個朔望月正好是沙羅周期，也就是日月食重複出現的節拍。換句話說，這是一台可以預報日食月食的機器，而且不止如此。2006年，英國的弗里斯和艾德蒙兹团队在《自然》期刊發表了用微焦點斷層掃描讀出來的結果。機械內部原本被鏽塊蓋住的刻字總量被推到3000多字。
等於一份使用說明書，裡面能辨認出太陽、月亮、行星的運行盤面，還有一個標記泛希臘運動會年份的輔助刻度。2021年，倫敦大學學院的團隊又發表了正面宇宙盤的新復原方案。一台公元前的青铜機器能算出行星位置和日月食，齒轮比精確到能表現月球運行的快慢变化。這種精密的齒輪傳動系統，在它之後的歐洲文獻裡消失了1000多年，要等到中世紀晚期的天文鐘才重新出現。所以有人說這是前文明的殘留品，這個反應完全可以理解。但你只要往旁邊翻一頁文獻，故事就整個變了。因為這台機器有家譜，羅馬作家西塞羅在自己的著作裡提過，將軍馬爾克盧斯攻下敘拉古之後帶回羅馬的戰利品中，有一具阿基米德做的天球儀，能演示日月五星的運行。他還提過他的老師羅德島的波西多尼也做過類似的裝置。也就是說，在古希臘世界裡，這是一條有名字、有師承、有客戶的技術路線。安提基特拉機械是這條路線上唯一被海水保存下来的那一台。這才是這件證物真正的意義。它證明的不是有錢文明，而是一件更普通也更可怕的事：技術會死。一條發展了幾百年的高階工藝，可以因為一場戰爭、一次瘟疫、一個工坊倒閉、一位師傅沒收到徒弟，就從人類手上整個消失，而且消失得干干淨淨，連文獻都不剩幾句。在沒有印刷術、沒有專利、沒有期刊的世界裡，知識的載體是活人的手。不信的話，看羅馬混凝土。羅馬萬神殿的無鋼筋混凝土穹頂直徑43公尺多，公元126年前後完工，到今天還是全世界最大的無鋼筋混凝土穹頂，中間過了將近1900年。羅馬人的港口混凝土泡在海水裡2000年不但沒爛，強度還在增加。而這套配方在西羅馬帝國瓦解之後失傳，歐洲要等到19世紀才重新做出堪用的水硬性水泥。有意思的是，這個謎最近才被拆開。2023年，麻省理工學院馬西奇帶領的團隊在科學進展上提出，羅馬混凝土裡那些一直被當成攪拌不均的白色石灰塊根本不是瑕疵，而是热拌工法刻意留下的。當混凝土出現裂縫，水滲進來，這些石灰塊會溶解再結晶，把裂縫自己補起來。也就是說，我們花了1500年才看懂前人留在牆裡的那句話。同樣的劇本還演過好幾次。中東的大馬士革鋼刀用的是南亞產的烏茲鋼锭，刀面上有水波般的花紋，鋒利又不脆。這門手藝在18世紀失傳。2006年，德國學者保夫勒的團隊在《自然》期刊上報告，他們在一把大馬士革鋼刀的樣本裡看到了碳奈米管和渗碳體奈米線。目前一種被廣泛討論的解釋是，關鍵在特定礦脈裡含有的微量钒，礦挖完了，配方就失效了。拜占庭的希臘火更絕。這種能在水上燃燒，用來燒毀敵艦的液體，配方被列為帝國最高機密，只有少數家族掌握。皇帝甚至留下訓誡說這是天使給的，不得外洩。結果保密工作做得太成功，帝國滅亡的時候配方跟着陪葬。今天我們只能從燃燒現象反推它大概含什麼。所以第5個箱子的標籤是這樣：安提基特拉機械的精密度實錘，它出自希臘工匠這件事通說，而它告訴我們的事情是，失傳從來不是意外，是常態。第6個箱子我把它叫做退貨區，因為裡面每一件都曾經是清單上的明星，然後被一一驗掉。第1件，巴格達電池。1936年在巴格達附近的胡朱特拉布出土了一組陶罐，裡面是一個銅管，中間插着一根鐵棒。1938年前後，當時任職於巴格達博物館的德國人科尼西提出，這是一顆電池。後人用複製品加醋或葡萄汁測試，確實可以產生大約半伏特到2伏特的電壓，聽起來很有力，直到你問3個問題：第一，電線在哪裡？整個遺址沒有出土任何導體或接點。第二，用來做什麼？如果是電鍍，那個時代的鍍金器物經檢驗都是用汞齊法做的，找不到電鍍的證據。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在附近的塞琉西亞遺址出土過形制完全相同的陶罐，裡面裝的是捲起來的莎草紙卷，銅管是保護套，所以這件證物的標籤是能發電實錘，是電池推論，而且是被同型器物打掉的推論。第2件，皮里雷斯地圖，1513年由鄂图曼海軍將領皮里雷斯繪制，1929年在托普卡皮皇宮的整理過程中被翻出來。1966年，哈普古德主張地圖下方那條海岸線
畫的是被冰封之前的南極洲毛德皇後地，而那需要一個能在冰期之前完成全球測繪的文明。這個主張非常吸引人，也非常好查證，因為地圖上有題記，題記寫的是這份地圖是參考大約20張舊圖，包括一張哥倫布用過的圖拼出來的，而那條被指認為南極洲的海岸線在圖上是南美洲海岸往東折之後的延伸。這種折法在當時的地圖上很常見，因為羊皮紙就那麼寬，畫不下就轉個彎。更關鍵的是，如果那真的是南極洲，經緯度和實際輪廓的誤差大到必須做好幾次選擇性的縮放才能對上。這件的標籤是推論，而且是拉伸過的推論。第3件是人面獅身像。1991年，波士頓大學的地质學家舒赫主張，獅身像圍場的岩壁上那種上下起伏的圓弧狀侵蝕紋是長期降雨造成的，而撒哈拉最後一次那麼濕潤要往前推到公元前7000年到5000年，所以獅身像比古王國早了好幾千年。埃及學界的萊納和哈瓦斯反駁，那種紋路是岩風化加上岩層軟硬相間造成的差異侵蝕。同一種紋路在附近有明確年代的墓穴裡也出現，這件到今天還在吵，標籤是爭議中。第4件是日本與那國島外海的海底地形。1986年，由當地潛水業者新松喜八郎發現，琉球大學的木村正昭主張那是人工建築，有階梯，有平台，有通道，但同樣去潛過的舒赫這次站到了反方。他認為那是砂岩沿着天然節理與層面剝落形成的直角地形，這種地形在附近的陸地岸邊也看得到。同一位學者在獅身像上主張非主流，在與那國島上主張主流。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些爭論的關鍵不是立場，是每一塊石頭要單獨驗。現在我們來搬第7個箱子，前面清了6箱。你可能會以為主流學界就是永遠說不，永遠把年代往後壓。這一箱要打的就是這個印象，因為過去30年真正把人類史往前推的那一次翻案，是主流考古學自己動手挖出來的，而且挖的人一開始還不相信自己看到什麼。土耳其東南部上勒烏爾法附近有一座不起眼的土丘，叫戈貝克利石丘。1963年，一支伊斯坦堡大學和芝加哥大学的联合調查隊到過那裡，看到地表露出的石板，判斷這是一座中世紀墓地，記了一筆就走了。整整30年沒有人再去，直到1994年，德國考古研究院的施密特翻到那份舊報告，覺得哪裡不太對，決定親自跑一趟。他挖出來的東西改寫了教科書，地底下埋着一圈一圈的圍場，圍場中央立着成對的丁字形石柱，最高的超過5公尺，重量在10噸到16噸之間。石柱上雕着狐狸、野豬、禿鷲、蠍子和蛇，有些石柱上還刻着手臂和手指，像是把石頭當成人的身体。而放射性探定年給出的年代是公元前9500年到8000年之間，比巨石陣早了6000多年，比蘇美人的第一座城市早了5000多年。這件事之所以震撼，是因為他把順序弄反了。在那之前，教科書寫的是先有農業，才有漁糧，才有階級，才有神廟。戈貝克利石丘蓋起來的時候，這一帶的人還在採集狩獵，小麥的馴化才剛剛開始。附近採石場裡還躺着一根沒被搬走的石柱，長度接近7公尺，重量估計以50噸的量級計。一群還沒開始種田的人決定花好幾代的時間去豎起這些石頭。而這裡有一個很多人沒注意到的細節，這件推翻教科書的發現是主流機構挖的，主流期刊發的，主流學界改教材接受的，前後不到10年。2019年開始，附近的卡拉漢石丘又挖出更多同期遺址，整個文化圈的範圍還在擴大，所以那句學界在掩蓋真相，在這件事情上完全站不住腳。真有東西的時候，他們搶着發表，因為那是一輩子只會遇到一次的機會。但請注意，戈貝克利石丘推翻的到底是什麼？它推翻的是文明要素的先後順序，不是有沒有一個工業級的前文明。那些石柱是用石器敲出來的，敲痕還在，採石場還在，半成品還在，整條生產鏈攤在地上給你看。它讓人類的複雜社會往前推了6000年，但推出來的那6000年裡面沒有金屬，沒有輪子，也沒有文字。好，箱子清的差不多了，但在合上清單之前，我們得處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切角一開始就答應要回答的那一題。假設真的有一個文明消失了，它會留下什麼？不會留下什麼？這件事不需要猜，因為地球上真的有文明消失過，而且不止一個。我們手上有實際的樣本可以量。
1921年到1922年，英属印度考古調查局在旁遮普的哈拉帕和信德的摩亨佐達羅同時開挖。主持人馬歇爾很快意識到，他們挖到的不是已知任何一個古文明的分支，而是一個完全沒有人聽說過的東西。這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全盛期落在公元前26世紀到公元前19世紀之間，範圍涵蓋今天巴基斯坦與印度西北部，超過100萬平方公里，是同時代最大的文明體。它有多先進？城市用格狀街道規劃，家家戶戶有連通到街道的排水系統，有加蓋的下水道和沉沙井，磚塊的長寬高比例統一成1:2:4，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都能通用。度量衡有標準砝碼，最小的以公克計，人口各家估法差很多，其中一種算法是全盛期以數百萬計，而它留給我們最大的空白是文字，4000多枚刻着符號的印章與器物出土至今400多個符號，100年了，沒有人解讀出來。現在請你注意一件事，這個文明崩潰了，原因到現在還在吵，可能是河流改道，可能是季風带北移造成的長期干旱，可能是貿易網崩解，但它消失之後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城市、排水管、磚窯、印章、砝碼、玩具、下水道裡的陶片。它從人類的記憶裡整整消失了3000多年，久到印度自己的史書都沒提過它一個字。然而它一件東西都沒有帶走，這就是文明消失真正的樣子。第二個樣本在愛琴海，大約公元前17世紀到16世紀之間，希拉島發生了一次規模極大的火山噴發，把整座島炸出一個環形的凹口，也就是今天的聖托里尼。噴發的確切年代到現在還在吵，放射性探定年和樹輪給的年份比埃及文物對照法給的年份要早100多年，兩派吵了幾十年。而火山灰底下的阿克羅地里城，房子、壁畫、家具都在，卻幾乎沒有找到人的遺骸，他們跑掉了。跟這座城一起被埋掉的還有一套文字，米諾斯人使用的線性文字 A， 到今天沒有人讀得懂，而後來的麥西尼人使用的線性文字 B， 在1952年被英國建築師出身的文特里斯破解，答案是希臘語的早期形式。同樣是一堆泥板，一套讀得出來，一套讀不出來，差別只在於有沒有找到那条可以對照的縫。讀不出來不等於寫的人比較神秘，只等於我們運氣比較差。第三個樣本最慘烈，大約公元前12世紀，短短幾十年裡，東地中海一整排的政權同時垮台，赫梯帝國、麥西尼各宮殿、塞浦路斯與敘利亞的城邦一個接一個燒毀。敘利亞海邊的烏加里特城被攻陷前，宮殿裡有一批泥板還在窯裡烘乾，城破了，火燒了，反而把它們燒成硬陶保存下來。那上面有國王寫給盟友的信，說敵人的船已經來了，我的軍隊在別的地方，城裡什麼都不剩，信沒有寄出去。3個樣本，3種死法，同一個結論：文明的崩潰不會清空地層，它只會在地層裡多加一條線。灰燼層、廢棄的建材、突然中斷的陶器樣式、突然消失的貿易品，全部留在原地等人來挖。既然如此，那些主張前文明存在的人就必須回答一個非常刁鑽的問題：為什麼那6個都乾淨到一片瓦都不剩？而恰恰是在這個地方，故事出現了整趟清點裡最大的一次反轉。因為認真研究這個問題的不是陰謀論者，是美國太空總署戈達德太空研究所的所長施密特和羅徹斯特大學的天文物理學家法蘭克。2018年，他們2個人在國際天體生物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標題是《滯留紀假說》，副標題直接問：我們有辦法在地質記錄裡偵測到一個工業文明嗎？請先聽清楚，他們沒有主張什麼，他們沒有說恐龍時代有文明，論文裡明白寫着，他們認為並不存在。他們問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如果真的有，我們現在這套工具找得到嗎？而他們算出來的答案比任何陰謀論都更讓人坐立難安。原因在保存率，陸地表面的岩石絕大部分會被侵蚀掉，只有極小的比例有機會被埋進沉積盆地，變成岩層，再被抬升出來給人挖。恐龍在地球上待了1億6000多萬年，體型巨大，骨頭堅硬，分布全球。而我們到今天命名出來的恐龍属，數量以1000多属計，用整整1億6000萬年換1000多個名字，這個抽樣率低到什麼程度？你自己感受一下。再看我們自己，人類所有城市加起來，占陸地表面的比例是個位數的百分點，甚至更低。而且城市都蓋在容易被侵蚀的地方，真正會被保存下來的不是建築，
是化學訊號。他們拿來當對照組的是古新世與始新世交界的极熱事件，發生在大約5600萬年前。那次事件在全球地層裡留下一道明顯的碳同位素偏移，前後持續10萬年以上。而我們到今天都還在爭論那些碳到底從哪裡来。那我們自己会留下什么？先看塑胶。2017年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統計指出，人類到2015年為止累計生產的塑膠大約83億噸，其中63億噸已經變成廢棄物。這些高分子在地層裡會被壓扁、變形、碎裂成微粒，但它的碳骨架不是自然界原本就有的東西，幾千萬年後，那會是一層獨一無二的薄膜。再看核子，1945年到1963年之間的大氣層核試爆，在全球的土壤、冰芯、樹輪和珊瑚裡打進了一道239的訊號和一個碳14的尖峰。239的半衰期是24000年，聽起來很長，但用地質尺度看，只是一瞬間，大約幾十萬年之後就會衰減到測不出來。也就是說，我們最鮮明的那個簽名保存期限不到100萬年。還有比較好笑的一個，2018年一份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開放科學上的研究指出，全球肉雞的同時存活數量以200多億只計，而且因為育種，它們的骨骼形態跟野生祖先已經明顯不同。作者半開玩笑地說，這將會是人類世的標誌化石。2020年自然期刊的一項估算則認為，人造物的總質量在那前後已經超過了地球上所有活體生物的總質量。而諷刺的是，2024年3月，地層學界的相關小組投票否決了把人類世正式列為地質年代的提案，連我們自己這一層都還沒被承認是一層。好，現在把清單合上，我們來看總表。6這個數字，推論，奧克洛，實錘，但實錘的是自然。納斯卡，做法實錘，用途推論。巨石與金字塔，重量實錘，工法通說，造不出來退貨。安提基特拉，實錘，但屬於古希臘。巴格達電池與皮里雷斯地圖，退貨。獅身象與與那國島，爭議中。戈貝克利石丘，實錘，而且是主流自己翻的案。整張清單走完，沒有任何一件證物需要動用第7文明這個假設。而地質學上還有一條負面證據，是這整支影片裡最硬的一擊。地表附近那些容易開採的高品位礦床，銅、錫、鐵、鋁、土，在人類開始挖之前是滿的。淺層的煤和容易鑽的油氣田也是滿的。一個工業文明不可能不動這些東西，因為那是所有工業的起點，而且動了之後不可能補回去。我們這一次是第一次把這些東西吃掉的人，但這條論證有一個很誠實的邊界，而施密特和法蘭克在論文裡自己指出來了。這一擊只在時間尺度不太深的時候有效，往回推幾百萬年，地層還在，訊號還在，我們說得出話。往回推幾千萬年、幾億年，訊號會被稀釋、被重結晶、被隐沒帶整個吞進地函。那時候我們不是說沒有，我們是根本沒有資格說話。所以這趟清點真正的收穫，不是證明了前面沒有6個文明，而是量出了我們這把尺的長度。前面6個文明是被誰滅的？這個問題問錯了方向。真正的問題是，如果曾經有什麼東西在這顆星球上站起來過，又倒下去了，它留給我們的不會是石柱，不會是齒輪，只會是某一層岩石裡一道我們現在還讀不懂的化學曲線。而我們正在寫的這一層，到目前為止的厚度，大概比你的一根手指還薄。幾千萬年後，如果有誰把它翻出來，他會怎麼判讀我們？一個文明，還是一次事件？